20世纪末，南韩还是全球人们口中的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腾飞，文化输出旺盛。但谁能想到，如今这个国家正站在一场前所未有的人口崩溃的边缘。大胆一点说，如果趋势不变，南韩将在未来数十年内经历一次全面性的解体与衰退，不是战争，也不是天灾，而是因为人口，这个社会最根本的基石正在迅速流失殆尽。想象一下，未来的某一天，街头巷尾几乎见不到年轻人的身影，学校教室空空荡荡，企业招不到新员工，农村只剩白发老人守着空屋。这听起来像科幻故事，却很可能是南韩即将面对的现实。南韩的人口炸弹已悄然引爆，一个国家的未来正随之坠入未知的深渊。要理解南韩的困境，得从新生儿的缺席说起。南韩的生育率已经跌至全球最低，2023年平均每名南韩妇女一生只会生下 0.72 个孩子。这是什么概念？要维持人口不增不减，每个妇女平均需要生 2.1 个孩子，也就是所谓更替水平。然而南韩的数字竟然连1都不到，意味着这一代父母的人数将无法被下一代所填补，甚至连一半都达不到。举个直观的例子，如果有100对南韩夫妻，同辈人中大约有100位女性，但按照 0.72 的生育率，下一代出生的婴儿可能只有70多个，再下一代可能只剩30来个，人口在2代之内就锐减为原来的不到1/4，长此以往，终有一天会逼近0。有学者惊呼，以此趋势推算，下个千禧年中叶时，南韩人口甚至可能走向灭绝。听起来骇人，但这反映了南韩少子化有多么严重。现实中，南韩的人口已经开始萎缩。2020年是个转折点，当年南韩历史上首次出现出生数少于死亡数的现象，此后人口进入负增长。官方统计显示，从2019年起，南韩总人口连跌4年，到2023年止，每年都在减少，新生儿数量一再创下新低。2023年全国出生的宝宝只有23万多人，比前一年又少了近2万。与此相对，老年人口不断攀升，南韩如今的人口金字塔已经呈现倒置，年轻人最少，老年人最多。截至2024年底，南韩约有1/5的人口年龄在65岁以上，展望未来更是触目惊心。据韩国统计厅预测，到了2070年左右，65岁以上长者可能将占总人口的近1半，届时人口结构将彻底倒过来，社会像是倒立的金字塔，上端庞大的老人群体由底端稀少的年轻人来勉强支撑，人口总数也将大幅滑落。当前南韩约有5100万人口，然而官方推算显示，在未来50年内，南韩人口可能骤减大约30%。换句话说，全国将消失掉，相当于目前1/3的人口。韩国统计厅的展望报告指出，到2072年左右，南韩人口将从峰值的5100万跌至约3600万人，甚至有模型预测，如果超低生育率持续，2100年时，南韩人口可能几乎腰斩至2600多万。一个现代化国家的人口在和平年代出现如此剧烈的减少，史无前例。人口金字塔倒置意味着每一代人数量都大幅少于上一代，这无异于给社会埋下了连环炸弹。南韩正迅速迈向超高龄社会，年轻人日渐稀缺，这将对国家的方方面面产生深远的冲击。当年轻人越来越少，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经济体系。南韩引以为傲的劳动力大军正在悄悄缩编。随着老龄化和少子化并行，南韩适龄劳动人口一般指15至64岁，正在快速萎缩，预估未来20年将减少将近1/4。有分析指出，未来20年内，南韩劳动大军可能净减1000万人之巨，相当于当前劳动力的1/4蒸发不见。到2039年前后，每年符合兵役和就业年龄的年轻男性数量将从现在的约33万降至仅18万左右，不到现在的一半。这意味着不光军队征不到足够的新兵，企业也将越来越难招聘到年轻员工。一个最直观的后果是劳动力短缺，工厂缺工人，医院缺护士， IT 公司招不到程序员，连笔店都找不到兼职店员。当工作的手减少了，产出的产品和服务自然跟着减少，国家经济引擎将明显降速甚至熄火。南韩经济
或将陷入前所未有的下滑压力。有机构测算，如果生育率持续低迷，人口不断老化，那么2050年左右，南韩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规模可能会比现在萎缩近30%。换句话说，30年后的南韩经济总量可能倒退回相当于30年前的水平。韩国经济研究院的分析就指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2050年的韩国 GDP 将比2022年低 28.4%。人口锐减和老龄化将使得经济增长难以为继，甚至有预测称，南韩在本世纪中叶之后出现负经济增长的概率极高。劳动生产率若无突破性提高，人口减少必然拖累经济规模和活力。亚洲第4大经济体南韩可能在数十年后跌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行列，曾经的经济奇迹恐将难续。与此同时，退休金危机正步步逼近，老年人激增，年轻缴费者减少，南韩国家养老金体系面临收支失衡的严峻挑战。据推算，南韩的国民养老基金将在本世纪中叶耗尽，2055年左右，养老基金可能彻底见底。这意味着，如无改革，未来年轻一代每个月从工资中缴纳的养老金保费将难以负担庞大的退休人口。等这些年轻人自己老去时，很可能拿不到应有的养老金。更严峻的是，随着平均寿命延长，老年人需要领取养老金和医疗照护的年数变多，政府开支负担日趋沉重。有人形容南韩正面临银发海啸般的财政压力，用越来越少的工作人口去抬升越来越多的非劳动人口，这无疑是不可持续的。若不大幅延迟退休年龄或增加财政投入，养老金缺口和老人福利开支将迫使政府举债，形成巨额赤字。评级机构甚至警告，如果不能缓解老龄化成本，2060年左右，许多经济体，包括南韩的主权信用评级可能被调降，多国财政恐陷入 9% GDP 规模的长期赤字泥潭。南韩的财政健康和信用评级都将面临考验。除了劳动力和财政的问题，更隐蔽但同样致命的是创新能力的衰退。年轻人往往是一个社会中创新创业的主力军，是科技进步和新思想的源泉。当年轻一代规模骤减，整个社会的创造活力可能随之减弱。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平均年龄50-60岁的社会，消费市场会偏好稳健实用，而非标新立异。新创公司和大胆的商业试验会变得更少。南韩过去几十年在电子、汽车、半导体、娱乐产业的崛起，很大程度上仰赖充沛的年轻劳动力和受教育群体。然而未来，当校园里寥寥无几的毕业生供不应求，各行业争夺为数不多的新人时，谁还敢抽调人力去冒险研发长远产品？韩国央行行长就曾警告，超低出生率已经开始拖累南韩的经济增长潜力，并且可能动摇韩国经济的活力与创新。另外，人口结构老化还带来所谓银发民主的现象。当选民以老年人为主，政治家倾向于迎合年长者的利益，比如增加养老金福利，而非投资未来的教育和创新。长此以往，南韩可能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为安抚庞大的老年群体而牺牲对年轻一代的投入，进一步削弱了社会的创新动力。这对于依靠创新驱动的现代经济来说，是一个潜伏的隐忧。人口的急剧转变不仅是经济数字的变化，更会在社会生活的细节中蔓延出一系列连锁效应，深刻改变南韩的面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龄化孤独潮的来袭。当独居老人越来越多，孤独死的新闻将不再只是日本的专利，也会频频出现在南韩社会版面上。近年来，南韩独居人口比例节节攀升，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鳏寡孤独的老年人。数据显示，2022年南韩所有单人家庭中有近 24% 是65岁以上的长者。换句话说，每4户独居家庭就有1户是老人独自生活。不仅如此，放眼全国总户数，约1/10的韩国家庭是由单身老人支撑。这些独居长者中，有相当多人缺乏子女或亲友的陪伴与照料。据调查，将近30%独居高龄者表示没有可以说话的对象，生活陷入极端的孤独。可以想见，在未来几十年，当南韩老年人口翻倍增长，而年轻亲属数量不足时，一人暮年将成为普遍现象。
许多老人可能晚景凄凉，没有人陪伴聊天，也缺少家庭照护。由于社会结构变迁，传统的几代同堂大家庭逐渐消失，孤独和抑郁将在高龄人群中大面积蔓延。这不但是一个社会福祉的问题，也可能带来医疗和心理健康的挑战。南韩本就有老年贫困和老年自杀率偏高的问题，现在随着孤独老龄化趋势加剧，这些社会痛点恐怕会更加严峻。文化上也将受到冲击，可能出现文化传承的断裂，年轻世代数量稀少，传统文化和社区生活的延续性都会受到影响。比如，许多韩国传统节日和习俗需要年轻一辈参与传承，如春节祭祖、中秋奉茶，以及民俗工艺、传统音乐舞蹈等。如果年轻人越来越少，甚至远走他乡，谁来学习并传承这些悠久的文化？想象一个未来的场景，庆祝丰收的农乐舞台上，表演和观众清一色满头银发，年轻人寥寥无几，这些长辈日渐力不从心，而后继无人，曾经热闹的文化活动可能逐渐走向沉寂。又比如，韩国引以为傲的 K-pop 流行文化，在未来也可能面临人才断层。如果适龄的青少年大幅减少，将来训练生源匮乏，新偶像团体会不会后继无人？即便有机器人偶像出现，没有了年轻粉丝群体，这些文化产业会大不如前。人口结构就像社会文化的土壤，年轻人的锐减让土壤变得贫瘠，文化之花要继续盛放将面临困难。可以说，从家庭祭祀到国民娱乐，南韩的文化活力都可能因为青年人口的流失而出现裂痕。教育和社区方面的变化更加直观，少子化导致教育机构的空洞化正在发生。过去人满为患的学校，如今开始出现招不到学生的情况。在一些农村地区，小学新生寥寥无几，不得不面临合并甚至关闭。这个数字比前一年又增加了许多。要知道，在2023年还有22所学校关闭，2024年增加到33所，如今一下子逼近50所，而且绝大部分关停的学校约 88% 都位于乡村地区。农村的人口流失和生源锐减，使当地教育体系几乎难以为继。一所所小学关张，空荡荡的教室里再也听不见朗朗读书声。这不仅意味着乡村孩子需要走更远去上学，加剧城乡教育差距，也象征着一些社区正逐渐凋敝，失去年幼的生命力。同样的情况也开始在高校显现。随着适龄青年锐减，不少地方大学面临招生不足的困境，一些学校可能不得不缩减规模，甚至停办部分科系。这种教育资源过剩与生源不足的矛盾在未来会更加突出。当学校都在为抢学生发愁时，我们就真切地看到了人口骤减的社会后果。与此同时，被遗弃的校舍、荒废的操场也在提醒着人们，这里原本属于孩子，但现在没有孩子了。地方社区的空洞化同样令人担忧。在南韩的乡镇村落，年轻人大量外流或不出生，导致许多地方只剩下老人留守。一些偏远村庄变成了高龄者聚居地，村里每户都是老人。夕阳西下时，连个玩耍的孩子都看不到。昔日邻里串门、孩子追逐打闹的温馨场景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沉寂的街道和废弃的房屋。社区功能开始萎缩，幼儿园招不到娃娃，干脆关闭；青年人口不足，地方上的商店、公共交通也难以为继。在城市，类似的问题也会出现。首尔这样的都市虽然总体人口多，但内部结构正在改变，许多住宅区户籍人口在减少，公园里推婴儿车的父母越来越少。未来的首尔可能是一座灰发城市，充斥着老龄居民，社区活动围绕老人展开，而年轻人的身影和声音逐渐式微。这种社区凋零带来的社会问题有很多，比如老人居住区的安全隐患、空屋管理、社区经济活力下降等等。当整整一代年轻人不在场时，一个社区仿佛失去了灵魂，也失去了未来延续的动力。更为雪上加霜的是，部分青年正在外移。南韩的年轻世代面对高房价、高就业压力和严酷的竞争，有人自嘲生活在地狱朝鲜，意指南韩社会仿佛一个没有出路的地狱。这一刺痛的说法反映出年轻人的挫败与绝望。调查显示，多达 75% 的韩国年轻受访者表示希望能离开韩国，
移民到别的地方，甚至流行起一个词叫脱离地狱，形容年轻人想摆脱韩国现状，逃往海外的心态。当优秀的青年人才真的选择移民他国，这将进一步加剧南韩的人才流失和人口减少。可以设想，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韩国青年如果对国内前景感到绝望，可能前往欧美或其他亚洲国家发展，这无异于南韩把最宝贵的未来拱手送人。青年外流既是少子化的结果，也是助推因素。当在国内看不到希望，生育意愿只会更低，负反馈循环由此形成。除了经济因素，国家安全也受到波及。因为人口减少对南韩来说还有一个独特隐忧，军事压力。南韩与北韩依然处于紧张对峙状态，维持足够的军力是国家安全的生命线。然而少子化直接导致适龄兵员缩减，眼下南韩实行男性义务兵役制，每年需要征召一定数量的新兵。随着出生率断崖式下跌，10几年后可征兵的人数将大幅不足。这意味着要么缩减军队规模，要么延长现役服役时间，甚至考虑征召女性入伍，否则将无法填补兵力缺口。这对南韩国防是个巨大的挑战。北边的朝鲜有着超过100万的大军，而南韩兵员却越来越少。更极端的想法也被提出，有报道指出，韩国政界甚至讨论过生3胎可免兵役的构想，也就是让年轻男性通过多生孩子来替代服兵役，以此鼓励生育。这听起来匪夷所思，却是真实存在的讨论。它从侧面说明，人口危机已经严重威胁到南韩的国防安全，不得不出此下策。总之，人口结构崩坏引发的一系列社会与文化震荡，将深刻改变南韩人的生活方式。从孤独老人的叹息，到空荡学校的回声，再到年轻人出走他乡的背影，这些都是南韩正在上演的人间百态，也是整个人口巨变带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如此严峻的趋势下，南韩是否还有机会逆转颓势，挽救自己的人口未来？答案并不乐观，但至少社会各界已经在尝试寻找出路。首先，南韩政府并非没有行动。事实上，过去10余年来，政府投入了天文数字的资源来鼓励生育。从2006年开始，南韩推出各种鼓励生孩子的政策。据统计，截至目前，政府已砸下超过360万亿韩元，约合2700亿美元，用于各类生育激励项目。这些措施包括发放生育补贴、提供育儿津贴、扩建公立托儿所、补助不孕不育治疗费用等等。但遗憾的是，尽管烧钱力度惊人，南韩的出生率依旧屡创新低。可以说，以往那些常规手段并没有起色，如今南韩政府意识到需要更破格的对策。现任政府已将扭转生育率下降列为国家最高优先事项，甚至在政府架构上新设立了专门应对人口危机的部门，希望统筹各领域资源，打一场翻身仗。总统尹锡悦领导下的政府曾誓言拿出超常规措施来缓解这一国家紧急状态。南韩上下对人口问题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这是危机中一丝可能的转机。那么有哪些途径被认为或许能挽救南韩的人口命运？其一是继续提高生育福利的力度和针对性。既然过去撒钱效果有限，政府开始反思策略，着手解决年轻人不敢生娃的深层原因。南韩年轻夫妇最大的顾虑莫过于养不起，没人带，高昂的住房价格和育儿教育费用令人生畏，而职场环境又不友好，女性一旦生子，往往职业生涯受挫。对此，政府正尝试推出更实质的支持，比如提高育儿休假的待遇和时长，让父母可以更安心照顾婴儿而不失去收入。据报道，南韩已规定，若父母双方都休育儿假，可有半年时间各拿全薪，以鼓励爸爸也参与育儿。另外，育儿假的最长时限也延长到1年半，并要求大企业披露员工育儿福利使用情况，以督促职场文化改进。这些政策着眼于改变生了孩子就等于牺牲职业的现状，从而减轻年轻人对生育的恐惧。同样，在住房和教育方面，政府也在考虑提供更多保障住房，减轻抚育幼儿家庭的经济负担，以及改革过于内卷的教育体系，降低抚养孩子的压力。总之，就是要让养孩子这件事
变得不那么可怕，让年轻人觉得可以承担。其二是改善社会观念和性别平等。南韩的年轻女性近年来生育意愿特别低，部分原因在于职场性别不平等和传统育儿观念压力。韩国职场普遍存在严重的性别薪资差距和升职天花板，很多女性担心一旦结婚生子就会被职场边缘化，辛苦建立的事业前景毁于一旦。因此不少女性选择推迟甚至放弃生育。要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在制度和文化上给予职业女性更多支持。南韩政府开始倡导企业为职场妈妈提供弹性工作制和再就业培训等，减少因生育导致的职业中断。此外，社会层面也提倡让父亲更多参与育儿，分担家务，逐步改变育儿只是女性责任的旧观念。这些变化不会一蹴而就，但唯有改善性别平等、生育友好的环境，年轻人才可能重拾对组建家庭的信心。最近的数据似乎出现了一丝曙光。2024年，南韩的生育率略微回升到了 0.75， 自2015年以来首次止跌回升。统计厅分析认为，这与疫情后婚姻数量上升以及政府工作家庭平衡政策初见成效有关。同时，社会舆论对于结婚生子的看法也出现了些许积极变化。这一小小的转变虽然远不足以扭转乾坤，但至少证明政策干预和观念改变是有可能带来效果的。然而 0.75 的生育率距离理想状态仍相去甚远，要维持人口更替水平是 2.1， 南韩需要将当前生育率提高近3倍才行，因此未来的路依旧漫长艰难。其三，许多专家提出引入移民是南韩不得不考虑的选项，毕竟要在短期内让本国人多生很多孩子非常困难，而如果能够接纳来自海外的人口，可以部分缓解劳动力短缺和人口萎缩的问题。一直以来，南韩是一个文化上相对单一封闭的社会，外来移民比例极低，但近年一些迹象表明情况在改变。韩国政府开始放宽对外国劳动者的签证限制，引进更多东南亚国家的产业工人和家政护理人员来填补人力空缺。尤其在照顾老人方面，南韩已不得不依赖外籍护理员，因为本国年轻人数量不足以满足庞大的养老需求。同时，一些乡村地区为了不让社区消失，主动欢迎外籍新娘、新移民家庭定居，希望为凋零的地方注入新血。虽然目前移民数量还难以撼动大局，但长期看，开放大门吸纳移民也许是南韩维持人口的一剂强心针。当然，这条路也有挑战，文化融合、社会接受度、政策配套等都需要时间磨合。南韩社会能否适应从单一种族国家向多元文化社会转变，还是未知数。但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南韩若想延续活力，或许需要越来越多的异国面孔加入其中。最后，还有一种曲线救国的思路，是提升生产力和养老体系改革，以缓和人口下降带来的冲击。既然人口总数难以立刻改变，那就尽可能提高每个人的产出和作用。例如，延长人们的工作年限，让健康的老年人继续发挥余热，提高整个社会的劳动参与率。调查显示，不少韩国劳动者支持推迟退休或退休后再就业，希望以此减轻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一方面，这能缓解劳动力短缺，另一方面，也让老年人保持积极生活，减缓对社保体系的压力。当然，这需要良好的健康和就业条件配套。另外，大力发展自动化和人工智能也是应对劳动力减少的方法。南韩科技发达，可以在机器人 AI 领域投入，让机器补上部分缺口，比如自动驾驶巴士解决公交司机短缺，智能护理设备照顾老年人起居等等。虽然机器人不会生孩子，但至少可以帮忙照顾好现有的人口，让较少的年轻人负担相对更轻。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比如更优的教育，培养更高技能的人才，也是关键策略，通过提高人均生产效率来对冲人口减少的影响。总而言之，南韩需要一场全方位的社会变革，从职场文化到家庭观念，从技术应用到政策创新，才能有一线机会扭转人口危机的险局。需要坦诚的是，南韩的人口下滑趋势，即使有对策，也难以在短期内掉头。即便此刻起，每个家庭都突然决定多生孩子，新出生的一代
也要20多年后才能成长为劳动力。而眼下南韩老龄化正在加速，在努力救回生育率的同时，国家还必须撑过这未来几十年的人口空窗期，因此扭转颓势绝非易事。这场人口危机更像是一艘巨轮掉头，惯性极大，岌岌可危，但转向缓慢。南韩所能做的是尽最大努力减缓下坠的速度，为未来寻找一线转机。南韩的人口挑战并非孤立，而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共同面对的隐忧。低生育率和老龄化正在全球范围内蔓延，从邻近的日本到远处的欧洲各国，无声的人口雪崩正在逐步形成。日本早已迈入超高龄社会，经济和社会问题与南韩类似。欧洲一些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等，出生率长期低迷，人口负增长阴霾密布。就连过去人口大国中国，也在近年来出现人口下降、少子老龄化的苗头。这些国家或早或晚，终将面对和南韩相仿的困境。可以说，南韩只是走在了最前面的一位哨兵，他的遭遇为全世界敲响警钟。如果连像南韩这样经济发达、政府积极干预的国家都难阻人口滑坡，那么其他国家也绝不能掉以轻心。这场波及广泛的人口浩劫、人口大幅衰减所带来的灾难，正在静悄悄地逼近。与瞬间爆发的灾难不同，人口危机是一种慢性而深远的危机，往往不易引起公众警觉。人们或许很难在日常生活中直接感受到人口结构变化的冲击，因此往往缺乏紧迫感。然而，当我们真的看到学校关闭、医院人满为患却无人照料、养老金枯竭、经济停滞，这时再追悔就晚了。南韩正以切身经历提醒我们，人口问题绝不是小事，而是关乎国家存续与兴衰的根本挑战。每一个社会都需要及早正视这一隐患，制定长远的对策。从鼓励生育、接纳移民，到调整经济结构、完善社会保障，我们必须现在就行动起来，未雨绸缪。南韩的故事既令人警醒，也发人深省。曾几何时，它创造了经济奇迹，文化风靡全球，而如今却可能因为人口的坍塌而陷入全面衰退。这不是某一个国家的宿命，而是整个人类社会在发展进程中遇到的新考验。如何在繁荣与少子化之间取得平衡？如何避免无人可用的未来？南韩正在用代价寻找答案。我们期望看到南韩能找到突破口，实现人口复苏的奇迹，但也必须做好准备迎接相反的结果。如果人类无法战胜这场人口浩劫，那么南韩的今天也许就是其他国家的明天。最后，我们不妨铭记这样一句话：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了年轻人，它就没有未来。南韩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年轻生命缺席，解决这一问题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愿南韩的警钟能激起全球的共鸣，促使各国携手应对这前所未有的人口挑战。在时代的浪潮中，唯有人心和远见能够扭转乾坤，避免我们共同坠入人口衰退的深渊。现在是时候正视并迎战这场关乎世代存续的考验了。